一旦这缺乏的力量与自己体内的那道力量融合，便可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力量。那是一种超越了常理、超越了绝世神迹的力量。突然，石壁上的那些奇特雕刻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电流，而这些电流直接透过触摸他的手臂，直击仙萧炎的心脉。啊！萧炎一声大喊，猛地睁开眼睛，那双深邃的瞳孔中闪过一道道恐怖的天地惊雷。这道竟是一道未曾见过也有些熟悉的神迹，它蕴含的力量非常的巨大，以至于萧炎几乎无法承受。他后退了几步，稳住身形，却见那道光芒逐渐凝实，化作一卷古朴的卷轴，其表面散发出一道道密密麻麻的惊雷，最后静静地落在了萧炎的面前。萧炎凝视着这卷轴，心中充满了疑惑，为何这道神迹功法的气息会如此的熟悉，并且锁定自己？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萧炎目光凝视着眼前悬浮的古朴卷轴，缓缓伸出手触摸那道卷轴，而就在指尖触碰到卷轴的瞬间，一股庞大的信息洪流涌入了他的脑海。那是关于这道神迹的全部信息，以及一个与他自身血脉紧密相连的秘密。这股感觉的力量是纵横诀功法的下卷纵。这一刻，萧炎一直疑惑的所有答案也已经展现在了自己的内心之中，难怪会如此的熟悉和陌生。原来这道神迹功法便是那未知等级的纵横诀。纵横诀分为上下两卷横，为上卷，纵为下卷。萧炎获得的上卷横也是之前在神灵城的那一场拍卖会中竞拍所得，而一直寻找的下卷纵却没有任何的消息。原来纵横诀的下卷修炼之法一直在神迹宫殿的第4层中，难怪在万界中根本无法找到有关下卷的任何线索，看来这就是原因的所在了。萧炎对于这道纵横诀功法有着极大的兴趣，因为他仅仅修炼了横上卷部分，就已经足以爆发出无比惊人、横扫四方的恐怖威力。而如今自己又获得了纵横诀的下卷，也终于将纵横诀拼凑完整。如果修炼了下卷纵，那么就拥有着更为强大的恐怖之力。而且之前听冯老说，这纵横诀以天地之道演化为神迹，从而分为纵与横，横功于技，以求其力，是为百；纵功于势，以求其实，是为合。而百合者便是天地，便是大道。虽然不知道纵横诀不知道是什么等级的神迹功法，但最重要的是纵横诀不挑武器，它可以是任何武器都能够达到最极致化的攻势力量。如果合纵连横之下，那么也将爆发出更为恐怖的天地纵横之力，便可神贯八方，神形俱灭。当然，想要合纵连横并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事情，先不说难不难，至少也要将这下卷纵的修炼之法给领悟到精髓后，或许才有机会触及合纵连横的那一层次。纵的信息在萧炎的脑海中一一显现，并且有浮现出了一段简单的文字：纵诀以示进攻，以求得时；纵诀专攻气势和局势，追求致命一击的机会，这就是纵诀之根本。萧炎此刻的心境宛如站在一处山巅，望着苍穹，心中涌动着对纵诀的渴望。他感受到风的轻抚，仿佛是纵诀在耳边低语，传授那秘而不宣的纵之意。纵诀在萧炎的脑海中不断演绎，每一次纵诀之势的挥洒，都是对气势与局势的精准把握，每一次的进攻都是致命一击的机会。萧炎也略微明白了这纵诀的精髓，纵诀不同于横诀以技进攻，更是对局势、对自身力量的绝对掌控。萧炎闭上眼睛，感受着体内的力量正在悄然的运转，他仿佛能听到横与纵之间的摩擦细微声响，那是他内心深处对纵横诀剑的呼唤。这纵诀比起横诀似乎更为的精髓和玄妙，萧炎刚刚仅仅只是粗略的领悟着纵诀，就深知纵诀的修炼之路充满着艰辛，但他已准备好去迎接每一次的困难，去追逐每一次的突破，直至纵意如虹，纵横天地间。当萧炎再次睁开眼时，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与决绝。他知道纵诀不是终点，而是他通往更高境界的起点。他将铭记纵横诀的真谛，让纵诀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让横诀如同狂风般席卷四方，让纵横成为战场上最璀璨的星辰。萧炎在短暂的领悟纵横诀后，他的思维仿佛穿越了时空，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通透。但也随着萧炎脑海中对纵横诀的豁然贯通，一道裂缝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神识海中，仿佛是时间的细缝在他的神识海里轻轻一划。然而这道裂缝转瞬即逝，快到就连萧炎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萧炎站在这古朴的殿堂中，四周静谧的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在准备离开时，目光环视着这层充满了历史痕迹的殿堂，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了然。在获得了完整的纵横诀功法其精髓，萧炎感觉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仿佛天地间再无束缚。旋即轻轻一笑，心中的喜悦与满足难以抑制，但表面上却保持着淡然。随后他悄然转身，脚步轻盈地离开了这座充满古朴的第4层殿堂之中。而在第4层的大殿外，此时的那些看好戏的强者们聚集在这里越来越多，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好奇与期待，议论声此起彼伏，都在猜测萧炎是否在这第4层的殿堂中得到了禁忌的神技功法。进去那么半天也不见出来，恐怕是没有得到里面的神技功法吧。这第4层从来没有任何人进去过，
想要进入其中获得神级功法，只有空手而回的份。对于萧炎，即便是进入了第4层中，恐怕也不可能有什么收获，因为那里面的神技功法可都是超越顶级绝世神技的存在，只有神技找他们，而不是他们找神技。不过在这些神奇之人议论时，灵动木橙花仙子云韵以及丹神塔的一众强者的脸上并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在他们对萧炎的了解中，只有足够的把握下，后者才会如此选择。出来了！灵动的一道低沉之声悄然升起，众人也是将目光投射在那道大门之上，并且已然感到一股强大的气息从那道大门后传来。咔吱，随着一道开门的声音响起，一道瘦削的黑袍男子的身影从那道门后走了出来。他的脸上没有丝毫得意之色，有的只是平静如水。他出来了。那些看好戏的神奇之人纷纷抛去目光，还没等他们反应，一道信息光幕则是浮现在众人的眼前，并且这道光幕上面显示着萧炎在这第4层中获得的一道神技功法信息。什么？人群之中一道难以置信的声音响起，紧接着他们都带着震惊之色看向萧炎。他竟然真的从第4层中获得了神技功法。第4层乃是神技宫殿的禁忌之地，里面可都是那些禁忌的神技功法，是无数神奇强者梦寐以求的功法。如今却被眼前这位黑袍青年男子成功打破了首个禁忌，以他那非凡的毅力和天赋，在这第4层中成功获得了传说中的禁忌神技功法。而萧炎的成功如同一道惊雷，在人群中炸响。那些原本对萧炎嗤之以鼻的神奇强者，他们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震惊，仿佛是看到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嘴唇微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就连那位迎宾女子，她的双唇微张，眼神中流露出无法掩饰的错愕，她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先生，你竟然真的做到了。他的话语像是在确认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萧炎站在那里，感受着四周投来的诸多目光，他的心中虽然有些诧异，但更多的是平静。他的目光从众人身上一一掠过，却没有停留在任何一人身上，仿佛他们的震惊对他而言不过是一场过眼云烟。他知道这一路走来，每一个艰难的日夜，每一次的生死历练，才成就了如今的他，所以这些人只能看见他所带来的强大天赋，却没有看到他背后的艰辛。不过一位真正的强者不在于他人的认可，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坚持和追求。萧炎在打破了第4层殿堂禁忌之后，他的成就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他通往更高层次的道路。而那些曾经质疑他的人，也只能在震惊中重新审视这位青年的实力。萧炎的径直穿越人群，萧炎的步伐轻盈而坚定，仿佛每一步都踏在众人心弦上。他脸上的笑容如春风般温暖，其中蕴含的喜悦和成就感无需言表。最后来到了灵动木橙花仙子云韵以及丹神塔的众神长老以及内塔之主的跟前。他的声音不高，却在宁静的空气中荡起涟漪，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顺利拿到了，没想到是纵横诀下卷部分的功法。这句话仿佛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灵动木橙等众人的眼神中闪过一抹惊喜，他们曾见证萧炎的纵横诀功法，当初施展上卷横诀时，便拥有着横扫一切对手的英姿，那恐怖力量宛若狂风暴雨，无可匹敌。如今萧炎竟然找到了更为强大的纵横诀下卷，这无异于为本身增添了一道强大的底牌，这也无疑是让萧炎通往更强大的道路上。他们也为萧炎感到万分的高兴。纵横诀下卷功法，没想到会在这里，难怪之前我们丹神塔去寻找这部功法的信息时没有任何的头绪，原来一直存在于这独立的神州皇国当中。内塔之主开口道，心想这一次也是非常的幸运，如果他们没有来到这里参加神脉会的机会，恐怕萧炎就真的无法获得纵横诀下卷的功法，这说是一种缘分也不为过了。看来这神州皇国的资源比外界的还要丰厚多了，能够屹立在万界神州的最中心，并且还可以做到独立体系的皇国，即便是如今的神元宫以及丹神塔都是做不到的，所以可想而知，这里的有些资源恐怕外界都不曾存在。况且在千万年前，神州皇国并非独立，而是统治着整个万界神州以及东西南北州，所以即便如今的神州皇国已经缩小范围，但是他们的底蕴依旧是那个时期保留下来。从某方面说，神州皇国的底蕴不会弱于一府一宫、一联盟、一神塔。